校长，你要是不让周青叶参加竞赛，我就把这件事儿贴得到处不是。如果没有那次竞赛，我不会特招进清北少年班。林薇，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林薇没来。抱歉，青燕现在是国家实验室顶梁柱，前途无量。周青燕都能从国外赶回来参加同学聚会，林薇就住市里，怎么没来？就差她一个了。靠老公养的家庭主妇，这种女人一结婚就会和社会断层，眼里只有老公和孩子，就算来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她不会这样。周青燕，你以后肯定能当科学家。而我要当老师，我要教出很多像你这样优秀的学生。老周，人都是会变的。你看，我当时要找她老公陈明律师办点事儿，偶然在小区门口拍下的。要不是她老公陈明叫了她一声，谁知道这是林薇啊？裹得跟阿拉伯妇女似的。这怎么可能是林薇？她那么开朗活泼的人，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？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。喂，您好。林薇，我是周青燕。林薇，周青燕，只是初中同学。初中同学，他找你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普通同学而已。转学后就再也没听说过了。我听你的，没去同学聚，根本不知道他在。你那些同学都是底层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只是普通同学，为什么小薇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张婶，小薇又烫伤了，我带她去医院。林薇，你这毛手毛脚的，做个饭都做不好，得亏有幸嫁给了小陈，换个人早跟你急了。谢谢张婶，我们先去医院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林薇她出事了。如果你们有林薇的消息，请马上联系我。这是林薇。林薇在市人民医院急诊。你好，请问刚刚在急诊室的那位女士？哦，烫伤的，还挺严重的。我说让住院，她老公硬是带她离开了。林薇，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晚了一步。这是小薇父母的地址，不过他们很看重陈明，你去了也不一定能问到什么。谢谢。小薇，你真的像周青叶说的那样遇到危险了吗？你找谁？阿姨好，我是林薇的初中同学周青燕。我们家小薇嫁得好，陈明你知道吧？大律师，对我们特别孝顺，邻居都羡慕死了。小周现在在搞科研。是，林薇最近身体……小薇当年也是学霸，但她现在不用工作，天天在家享福。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相亲啊，这才是上天安排的良缘。当年他帮我争竞赛名额，我想当面谢谢他，但我联系不上他。小周，我记得你初中的时候就对小薇很关注吧？
那时候你俩走得近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现在你成了高科技人才，那是你的本事。可小薇已经结婚了。小周，你不会是来破坏我女儿的婚姻吧？小陈天天早安晚安，出门必告备，连小薇喝的水都要试好温度。小陈给她买包买表，带她出国旅游，你见过这样的老公吗？不，阿姨，我只想见一面，确定他平安。小周，人家两口子恩恩爱爱，你非要插一脚，像什么话？现在你是国家人才，更应该自重。叔叔阿姨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没有最好，东西拿走，我们家不缺，以后别再来了。连父母都蒙在鼓里，林薇，你到底在经历什么？林薇，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王侦探，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人，律师陈明。我找林薇。林薇老师啊，她请假了，身体不太好。多久了？好像是3个月，是她丈夫来请的假，说需要长期休养。谁知道呢？反正林老师的丈夫这么有钱，就算一辈子不够。胡老师，小心一点啊！您是？周青燕，林薇是我初中同学，有点事想找她。林老师身体不好，他先生特意交代过，任何人探访都要先联系他。陈先生你好，今天来了一个叫周青燕的人，他说是林老师的同学。不用谢，同事之间都是应该的。况且陈先生您来总给我们带礼物，林老师身体知道了，麻烦您以后继续留意，有情况随时告诉我。周青燕。找他，你找得到吗？你回来了，饭做好在桌上。你先吃吧，我先把地拖完。今天有人去学校找你，你的老同桌周青燕，现在是国家研究员了，厉害啊！要不要请她来家里坐坐？不要，不见，我谁也不见。乖。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？我讨厌别人碰我的东西。记得处理好，别让人看到。你又因为做家务受伤了。姐，好来了，好来。胡老师，你怎么还敢来？陈明知道你来过学校了。所有人都很喜欢陈明，为什么你这么怕他？林薇到底怎么了？因为3个月前，我见到林老师昏倒了，那些伤不是1次2次能造成。1个小时后，陈明来了，他给所有老师带水果，给校医塞红包，说林薇身体不好，容易磕碰。上车的时候，我看到林老师在发抖，陈明扶他上车，手搭在他腰上，他抖得更厉害了，但他笑着跟我们挥手。有一次，他问我，胡老师，如果一个人很爱你，但是却总是对你动手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林老师，打是亲，骂是爱。现在好多人都不相信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，那么不懂事儿，不就得一顿收拾吗？是吗？
后来我再问他，他已经不吭声了，只是把自己包裹得更加严实。这是林薇上次晕倒的医务室记录，我偷偷拍下来的。你如果能帮他就帮吧，但我求你别说是我给的。体表多处陈旧性软组织挫伤，疑似外力反复作用所致。林薇，你当年帮我争名额时不怕得罪领导，现在怎么连保护自己都不敢了吗？陈明的公开记录非常干净，但我深挖了他代理过的案件，发现有4起家庭凶杀案，全部以调解撤诉结案。案件1 ：2016年，某企业高管妻子指控家暴，陈明以女方精神不稳定，证据不足撤诉，女方半年后搬家，再无踪用。案件2：2018年，大学教授妻子报警，陈明出示女方自证据，案件撤销，女方随后出国探亲，至今未归。案件3：2018年，医生妻子起诉离婚，陈明反诉女方转移婚内财产，女方被迫撤诉，净身出户。案件4：2020年，全职主妇指控家暴，陈明以女方出轨反制，女方名誉扫地，撤诉搬家。4起案件，4个受害者全部消失。陈明的手段极其专业，他从不留下直接证据，擅长利用证据规则让受害者主动放弃。更关键的是，我打听到林薇的记录，3年前他报过2次，都是家庭纠纷，但都是半小时内撤销。近1年呢？没有，1次都没有。周先生，他可能已经不敢了。查他近3年的就医记录，所有医院已经在查。另外，林薇的外出路线1周只出门1次，去超市买菜，这可能是你唯一能接近他的机会。而且，他的手机极有可能会被陈明安装定位软件并监听，你需要做好万全准备。林薇，你从前是那么勇敢的一个人，现在却被困在一间房子里，不敢向人求助，不敢反抗。我一定会救你出来，就像你当年帮我那样。青燕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陈明不好对付，你刚回国，事业上升期，何必惹这种麻烦？他帮过我。敢欺负周青燕，看我不告校长去！好你个林疯狗，敢告校长，你就完了！周青燕，我帮了你，作为回报，帮我写下数学作业呗。没有林薇，就没有今天的周青叶。现在他有难，我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当年，他也帮过你们的。是，当年咱比赛的场地被人占了，差点打起来，是林薇找了老班过来，不然都得挨处分。我在饭堂被人插队，喂，你干什么？也是林薇帮的我。那我们也没办法啊，人家是合法夫妻，你插一脚算什么？陈明动动手指就能让你身败名裂，你连跟他说句话都难，怎么帮他？他被软禁想离婚，早该报警，可他没有，他已经麻木了。他不是麻木，他是被关得太久。你们不帮，我不怪你们，是人都有难处，但也别帮着陈明拦我的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对不起了，阿姨。你。林薇可能遭遇了家暴。怎么可能？林薇右手腕有颗痣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比我更清楚，这是不是林薇？怎么会这样？家暴！小薇病了3个月，来不了正常。这淤青是针扎的，伤口青紫交错，还有烟烫出来的伤疤。您觉得是扎针导致的？是啊，这不像，但是怎么可能家暴呢？整个小区都知道的，小陈是最孝顺的女婿了，事业有成不说，每周都来看我们，还带我们去体检，比小薇还上心。小周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刚回国就盯上我家，3番5次打探小薇和小陈，安的什么心？他这么好的女婿，打着凳子都找不到，你竟然敢污蔑！滚！你别再来了！万一是真的？老林，那些伤一看就不是打针弄出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把小周赶出去？家丑不可外扬，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。小陈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 P 图技术这么发达，
以前还有人拿着刘雪的照片骗钱呢。对，是我太着急了，打个视频电话就知道了。小薇，最近怎么样？身体好些了吗？小陈呢？爸，我很好，陈明上班去了。小薇，让妈看看你的胳膊。妈，你问这么奇怪的问题？你的初中同学周青燕来过了，她向我们打听你的身体状况，说要报答你当年的恩情。小薇，你要见见她吗？不要，妈，我不见她，你让她走，让她走。小薇还生着病呢，你别刺激她。不见就不见，那个姓周的看着就没好心。小薇，照顾好自己，也照顾好小陈。你现在不是小姑娘了，凡事要以小陈为重。小薇啊，你是不是有事儿瞒？爸妈，你们别担心我，陈明对我很好，你们放心。行，你和陈明好好的就行。表现得很好。小薇惹出了大麻烦。你父母很骄傲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逢人就说女婿是大律师，小薇可不要让他们失望了。下次视频记得笑得更自然一点。我很好，陈明对我很好，你们放心。根据王侦探的资料，林薇的外出路线一周只出门一次，去超市买菜。林薇每周四上午10点出门买菜，超市就是最好的见面时机。陈明今天有场官司要打，现在人在法庭，这个时间见面是最合适的。但记住，我知道，不能说话。按照陈明的谨慎程度，他100%在林薇的手机里装了监听软件，甚至可能有定位追踪。你一旦开口，陈明就会知道你们见了面。还有，林薇现在精神状态很不稳定，你突然出现可能会刺激到她。动作要快，但绝不能引起旁人注意。他知道我的手机会监听。林薇，一别多年，好久不见。现在人你见到了，快走吧，别再来了。走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走？软组织挫伤、烫伤、贫血，这么多伤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跟踪我，周青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帮你。不需要，你走吧。我帮你。别自作多情了，现实不是偶像剧，没人需要你救。你走吧，别再来了。陈明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当年我也觉得教导护长不是我能对付得了的。周青燕，小薇跑校长办公室去了，说是要为你讨回公道。林同学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林薇，要不？周青燕，这可是数学竞赛啊，
我认识的林薇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从不向杨泉低头。可现在的林薇，你的勇气去哪儿了？陈明对我其实挺好的，对吗？他们都这么说。他打我，这是他爱我的证明，但是我的身体会痛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求助过，陈明说是夫妻吵架，我情绪不稳，我给他们看伤，可他们都走了。我想告诉爸妈，第二天弟弟就惹上混混，想求助朋友，没几天朋友就被解雇。只要我留在陈明身边，大家就没事。都是我的错，我得听话。你离我远一点可以吗？你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别因为我毁了前程。周七夜，你别管我了。没有你，我哪来的前程？你有难，我怎能袖手不管？我已经在查陈明的事了，会有结果的。没有的，不会有人信的。妈，我觉得陈明有点不对劲儿。他出轨了？不是，他会掐我手臂、腰和后背。他会不会家暴？妈，我害怕。你们小两口的事情跟我说什么？自己解决。沈老师，你觉得陈明怎样？陈明律师简直是完美的24孝好老公。他抽烟喝酒，他打脚斗殴，还是背叛出轨？不是，可是他好像会家暴。这淤青是磕碰导致的吧？林老师，你别太敏感了。像陈明律师这样的好男人，可遇不可求，别被网上的风言风语迷失判断。真的是我想太多吗？林老师，你别太敏感了。像陈明律师这样的好男人，可遇不可求，别被网上的风言风语迷失判断。真的是我想太多吗？没人会信。陈明装得太好，宴席端茶倒水，发朋友圈，下班接我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就是一个好男人、好丈夫。没人信他会家暴。他懂证据规则，懂怎么让人撤诉，但百密一疏，我不信找不出他的罪证。我知道陈明的手段，他只要动动手指就会毁了你。我不怕。你不懂，他会让所有人觉得你插足婚姻，让你身败名裂。都是我的问题，夫妻之间这样是正常的。周青燕，别再来找我，就当我是疯了才说出这种话。当年你闯校长办公室都不怕，现在的周青燕更不会怕。你家具体地址，我有东西给你。想被救，你得先自救。阿姨，林薇身上有挫伤、烫伤和贫血，这也能是打针造成的吗？你还敢来？老林，你看，这是医院的章，不是 P 图。小薇身体不舒服，贫血再正常不过，做饭烫伤了，拖地摔倒了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让你走听不懂吗？破坏我女儿婚姻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林薇身上有新伤旧伤叠加，也有医院的证明。叔叔，这不是意外，她真的受到了伤害。老林，就算是夫妻哪有不拌嘴的？陈明那么优秀，小薇该知足，你这种外人懂什么？优秀就可以打人？那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你一次又一次插手我家的事情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不是小打小闹，是家暴。林薇是你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要把小薇接回来，接她回家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如果为了这点小事就要离婚，那整个小区的人怎么看我们？明华的工作还是托小陈的关系，现在他就快跟女朋友结婚了，万一因为他姐姐的事情黄了，这些后果你都想过吗？对，不能接小薇回来，小薇只是娇气，总爱往医院跑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林薇，
我终于懂你为什么下意识拒绝我的帮助了，可我不会放弃的。刘助理，这个 IP 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陈先生，是普通网络出口，经过多层代理，但最终溯源到一个姓王的人，他的职业是侦探。通过他留下的痕迹，我查到他最近一直在查询有关您事情、身世、4处家庭纠纷案以及您的妻子。4起，他查得很细啊。陈先生，需要屏蔽他的访问权限吗？或者警告他？不，让他看，看得越多，越有意思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吗？查一个人，周青燕，国家尖端实验室高级研究员。我要知道他的所有，尤其是有没有违规调取公民信息、滥用职权。你想查我，很好，让我教教你，什么叫合法合规，什么叫证据规则。青叶，你看看这个，我不知道你和他有什么恩怨，但你一个科研人员去碰法律圈的禁忌，你知不知道他的律所有多敏感？主任，我之前和你说过的，帮我抢回竞赛名额的那位朋友，她就是陈明的妻子。陈明表面光鲜，背地里却家暴她。青燕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陈明是什么人？顶尖律所高级合伙人，法律界的红人，他一个律师函，你下半辈子就毁了。你为了今天做了多少努力，值得吗？可是主任，没有林薇，才真的没有今天的周青燕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浪费时间，给我滚回去做实验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青燕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陈明那边放话了，说你插足他婚姻，如果不收手，就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没有插足，我只是想帮他。帮？人家是合法夫妻，你插一脚算什么？林薇那种女人，嫁了陈明还不安分。看你现在成名了，就找上你，不是水性杨花是什么？吃还堵不上你的嘴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青岩和林薇的人品我们是知道的，不会干那种事儿。但是陈明动动手指就能让你身败名裂，你搞科研的惹得起搞法律的？他一个律师函，你的项目停，资格撤，前途全毁，为了一个林薇，值得吗？你们知道陈明是什么人吗？大律师，成功人士，也就林薇不识好歹，可是圈里圈外公认最爱老婆的模范丈夫。他代理的4成家暴案全调解抽诉，林薇2次报警都被撤销，他身上新伤叠旧伤，诊断是外力撞击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模范丈夫。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儿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青燕。班长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你们或害怕或巴结，我不怪你们，但别让我听见诋毁他的话。疯子，为了个女人，前途不要了。又买书了？盗版的，便宜。乱花钱，我说过，家里的书够多了，我这是为了这个家好。邻居知道了会说，陈家媳妇儿连家务都做不好，还乱花钱。你现在是陈太太，要端庄，要知足，要安分。周青燕那个不怕死的，像疯狗一样死咬着我不放。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前程不要，非要把我拖下水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和我离婚吗？林薇，我这里只有白头到老和丧偶2条路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。就算是死，你也得进我家的宅，买我家的地。好疼，求你别打我，孩子，这边孩子又得进医院，麻烦。我妻子不小心摔倒了，流了很多血，请你们快来。
怎么没养几天又进医院了？我问了陈明才知道，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，还有你要的书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老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进医院，我们老脸往哪儿搁？一个上午，整个小区都传遍了。爸，我流产了。流产怎么了？哪个女人没流过？陈明工作忙，你不好好照顾他，还添乱。妈跟你说，男人在外压力大，回家发发脾气正常。你别老往医院跑，邻居都看着呢，说咱们家女儿娇气，配不上大律师。这都结婚几年了，一个孩子都没保住，嫁到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你乖些，别让外人说我们家没有教好女儿。陈明那么优秀，在外给足了你面子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我不是货物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！行了，别闹了。小陈下午还要开庭，你躺在这儿，他多担心。赶紧养好身体，回家好好过日子。别惹陈明生气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教科书级别的 PUA， 他是顶尖律师，懂得证据规则，懂得怎么让受害者自愿放弃。没有一句直接威胁，全是心理控制。受害者已经被深度洗脑，自我认知完全依附于施暴者。能解吗？他分不清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分不清爱和控制的边界。他甚至会帮施暴者辩护。我该怎么做？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，他可以自由表达，不用担心被反驳的空间，然后让他重新认识自己。小薇，你最近有点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你是很听我的话的，爸妈年纪也大了，怎么能随便给他们看这些东西？吓到他们怎么办？放手，疼！以前你都会好好忍着不发出声音的，为什么不乖，小薇？是因为周青言？看来是了，你背着我和他见过面。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乖乖听话，他就不会打我了。你当年帮我争名额时不怕得罪领导，现在为自己争，怕什么？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，什么都不怕的林薇去哪儿了？厕所是唯一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了，藏在那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我这样真的对吗？我是不是不该把手机带回来？如果被发现了，他又会打我了。没错没错，小薇这样最好看啦。原来从前的我长这样，真漂亮啊！这张不好，有其他人入镜了。小薇，我们再来一张。啊，要上晚自习了，好可惜，只能这样了。真好啊！
如果逃出去了，是不是就能变回从前的自己了？周青燕，国家尖端实验室研究员，他在查我。他查到什么了？这就是我找各位来的原因。16年案，您夫人的精神不稳定；18年案，您夫人的自伤证据；18年案，您夫人的转移财产；20年案，您夫人的精神不稳定。我是怎么帮你们胜诉的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陈律师的专业能力我们都是清楚的，一个死板的研究员还怕查到我们身上？笑话！他是只知道做实验不错，可走到今天这位置，也不少人巴结。只要筹码够大，什么弄不来。教授，这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你想让我们做什么？这是周青岩学术不端、数据造假、经费挪用的证据，当然是伪造的，但足够让他停止调查。你让我们联名举报？他倒了，我的案子就结了。你们的案子永远埋在土里。周青燕，你一个人怎么对付5个人？我经营了10年的网，你解得开吗？2022年8月7日晚上8点，陈明说我做饭做咸了，拧我胳膊。2022年8月9日凌晨1点，他喝醉踹了我3脚。2022年8月14日，他语言威胁我：“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，你也不想他突然就失业了吧？”水声一直在流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小心摔倒了。过2天发给科技部，抄送纪委、媒体。陈先生，这些经得起查吗？经得起调查。调查期间，他的项目停，团队散，资格冻结。等调查结束，就算清白，也过了最佳反击期。可是用您的名义，到时候被查出来的，岂不是会名誉受损？刘助理，看清楚，这可不是我要求的。律师只是拿钱办事，舆论先起，证据后到。等他身败名裂，没人会信他的话。他要对周青燕动手了，我还是连累了他。我得去告诉周青燕，我不能让他毁了周青燕。周青燕，陈明伪造了你的证据，他要举报你学术不当、数据造假和经费挪用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，我要怎么办才能帮你？我知道了，别怕，我会解决好，保护好自己就够了，小心点被发现了。别慌，不能让他看出破绽。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能出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文件内容不符，被退回来了。媒体那边呢？直接退回，连理由都没有。证明也被压了下来。滚！你个周青燕，真是让我意外。科技部和纪委驳回也就罢了，连媒体也站在你那边。不对，连媒体都直接退回。除非你早就知道了到底是谁在帮你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生气吗？我伪造了周青燕的学术文件，以我的手段，怎么也要周青燕掉层皮，她却毫发无损。是监控，他发现我了。不仅科技部和纪委把文件退回，连媒体也不收。原来是家里出了内鬼。林薇啊，林薇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把消息送出去的？周4去买菜的时候跟别人借了电话？不对，周4已经过了，今天也才周3。我记得你有天晚上下楼扔了一趟垃圾。你装了监控。客厅、走廊、卧室、更衣室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知道。侵犯隐私？不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有权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。如果事情败露，
陈明一定会销毁所有监控和录像。如果能录下来，我离开的几率就更大。你以为他救得了你？他自身难保，而你会为这件事付出代价。我要离婚。哦，你爸妈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小薇，你学坏了，以为这招现在就管用了吗？要认真看看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专门给你办的精神病证明，还满意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听话的精神病患者该怎么办好呢？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送到医院，再也出不来。现在，你该做什么呢？从今天起，你就不用再出门了，好好待在家里吧。他在书房里装了监控，我被发现了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报警了，没用，但那一份出警记录或许可以当做证据。陈明不许我出门了，我把身份证和委托书交给你。我直接去你家。太危险了，而且你要怎么进来？小区有送水车进入。昨天来的2个警察十分信任陈明，小心别被发现。明白。好久不见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。你还好吗？没事，他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小薇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的手受伤了，抬不动水，让他搬进来。谢谢了。工作职责。在这儿了。行，这次谢谢了。不说那些，这事儿我义不容辞。之后有什么我能做的，尽管叫我。林威也是我朋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陈明那混蛋，老子迟早抓了他。朋友，就得一起。够了，小陈，每周来都带这么多东西，破费了。人来了就行，以后不要带了。享福了，小薇找了个好老公。小陈是好孩子，反倒是小薇，这都多久没见到人了？小薇的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小陈，你这怎么了？没事妈，就是不小心弄的。分明是人挠的。小薇性格好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？家里出了个母老虎哟！别怕，爸给你做主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要不是我们看到，你指不定要怎么欺负他。那是他自己。他自己？林威，你自己不要脸！人家一个律师要出去见人的，你把他抓伤了，别人问起多尴尬。邻居怎么看我们？所以我让你们觉得丢脸了，是吗？邻居哪个不说陈明好？你呢？我宁愿没你。对，我什么也没做。你因陈明享受着外人追捧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女儿在被他打，连喊都不敢喊？他身上那点伤算什么？我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。
我反抗有什么错？我只是不想被打。你们呢？从不过问，只会享受。可你们享受的每一分恭维，都是从我身上换来的。少说两句，你爸身体不好。我就是在乎你们才会被他拿捏。你们看我被他打死就开心了，这样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有个不孝的女儿了。真是翅膀硬了，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老林，怎么能动手打孩子？就是翅膀硬了才能飞。这个婚我离定了。离婚？不能离婚啊，小薇，你弟弟还要娶媳妇呢，现在不能离呀！就是你非要跟外面那个好，要不是陈明压下来，我的脸往哪搁？我们家清正廉洁，家风严谨，没想到出了你这么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我不管你怎么样，反正我林国海的女儿绝对不能离婚。我会离婚，你接受不了就给我写个断亲书，这样离婚的就不是你女儿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！楼梯摔伤通常有擦伤轨迹，从高处向低方延伸。推搡伤着力点集中，常见淤青呈圆形或椭圆形，与手掌大小吻合。推搡伤的淤青边缘清晰，颜色由深到浅，过渡自然。掐痕，这是最典型的家暴痕迹。注意指压特征。施暴者通常用留下对称淤青，这种痕迹不可能是意外，大家注意辨别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回家了。哟，老林，你们回来了，要不要我跟你们讲一下讲座内容？万一真是女儿家暴女婿，你们还有个应对之法呀。他会把钥匙放在哪里？文件袋子没有，夹层里面也没有，会不会在另一个口袋？门锁钥匙到底在哪儿？陈明，你把家里的网断了，让我联系不到外界。可你没想到，你就是我最好的下手目标。他的生日不是，成为律所高级合伙人的日子也不是，难不成是我的生日？小薇，真是不乖。为什么总是惹我生气？乖乖待在我身边。原来每一份都好好保存下来了，是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欣赏自己的佳作。陈明，我要你身败名裂，我要你被外人唾弃，我要你这10几年的根基被我连根拔起。你会为你的自傲付出代价。我找到能击溃陈明的证据了。陈明，这将是你最后睡的一个好觉。周研究员，喝点什么？这家的蓝山不错。陈律师找我来，应该不是为了喝咖啡吧？周研究员，我知道你和林薇的事，今天来是想和你解决这件事。再闹下去，我们都不好看。你能自证清白，退回假证明，但也不好受吧？
我身上牵扯太多人利益，我一倒台，他们不会罢休。我这是为你好，周研究员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周青燕，我动不了你，你是国家单位的人，我要是举报你骚扰我妻子，你的保密资格还能保住？你伪造我文件，向科技部举报，你联系我的同事、领导、同学，让他们劝我收手。看起来还是陈律师比较着急啊。周青燕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动不了你，却能让你处处受限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。看得出来，陈律师已经嚣张了很多年，大概忘了失败是什么滋味，所以才会这么恼羞成怒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那些拿法律当遮羞布的脏事儿，你觉得我要花多久能挖出来？你一定要跟我作对！陈律师，你精通法律，但法律不是万能的，你控制得了证据，控制不了人心。你试图把林薇驯服成一个只会听话的玩偶，就该想到有一天会反噬己身。好，既然你觉得能扳倒我，那就试试看。青燕，陈明正式提交了举报信，科技部、纪委全都有份。等他发到媒体上，你就完了。学术问题好解决，实验上头盯着假不了，但这次是私人问题，我们不好插手。单位成立了调查组，你的项目暂停，团队移交，保密资格还压着。周青燕，你是国家花了大价钱培养的人才，你的计算项目、你的团队、你的学生，多少人在等你出成果？陈明积攒了10几年的人脉力量，又是律师圈的名人，你说你怎么就敢跟他硬碰硬？你呀，这是要气死我！做事还是要沉稳些。现在被陈明抓到这个把柄，又得折腾，什么时候才能救出林薇？怎么不说话？被我骂几句就哑巴了？我还气得想打你呢。我下午得去找律师整理一下陈明家暴的证据。主任，我想请个假。你迟早气死我！等等，你说你找到证据了？陈明代理的4场家暴案全胜诉，受害者却失踪。我找到了其中一位，他愿意出庭作证。之后我还拿到了林薇的医院诊断报告、陈明的家暴录音和出警记录。就在2天前，林薇给我发了一个文件夹，里面都是陈明家暴她的视频。你怎么不早说？现在就去，马上就去！做人就该这样，知恩图报，没看错这小子。你想干什么？继续拿我爸妈威胁我？这招已经不管用了，他们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。看看吧，你一定感兴趣的。你做了什么？不应该吗？他挡了我的路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小薇，这怎么能怪我？这可都是拜你所赐啊！给你个机会，打电话让周青叶别插手，趁他保密资格还没公布，还有余地，否则别怪我。小薇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他现在有恃无恐，不过是上头保的。等保密资格一出，他自身难保，还会管你？林薇，我可能帮不了你了。陈明给纪委递交了文件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林薇，要不你就和陈明好好过日子吧。你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，他应该不会再打你了。周青言，你在自身利益面前，再深厚的情谊也不过如此嘛。小薇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乖乖待在我身边。以防被发现，周青燕和我约定，不到危急关头，绝不会给对方打电话。我看到了新闻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实验室给我放了个假，我正好和律师整理证据，材料递销就在这2天了。
这几天我会乖乖听话，顺从他的命令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先保护好自己。林薇，再等等，再耐心等等。周青燕在外面为我冲锋普战，我也不能闲。这几年的门诊记录得找出来，这是重要证据。我的第一个孩子，只因我多说了他几句，就对我拳打脚踢。小薇，你现在要先养好身体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我给他准备了好多漂亮衣服，本来今天我要去看婴儿床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没保住孩子还有脸哭？一天天的，净会给陈明惹事儿，自己好好反省反省，有没有做好一个妻子应有的本分？可惜啊，那些衣服鞋子全堆在杂物室里，再也没拿出来过。这里面都是陈明最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如果能拿出来，他在律师圈的路也就到头了。成为律师的第一天，陈明，在变成听话的人偶前，我会先成为最了解你的人。他当然会同意，一个没权没势没钱的家庭主妇，凭什么要孩子的抚养权？如果他不签，这辈子都别想看到孩子。陈明律师果然是经验老道，合作愉快。林薇，你给我出来！林薇，我告诉你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你要是敢对那些文件做什么，林薇，给我开门，否则我杀了你！你个贱人，果然没这么老实，从打电话起就在骗我了吧？林薇，你最好祈祷这扇破门结实点。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？我要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养我就是把我关在家里，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系，你这也叫养？还指望我报答你？做梦！想杀我，你就不怕周青燕得不到我的消息后报警吗？陈律师故意杀人罪，会怕什么？你比我清楚。你最好祈祷周青燕还什么都没做，不然我拉着你们两个跟我一起陪葬。想要囚禁我，陈明，你失算了。门就要开了，再用点力气。林薇在这儿呢，快把她抬出我肋骨是不是断了？好疼！肋骨骨折，轻度脑震荡，面部挫伤，颈部期掐痕，建议立即验伤，报警立案。林薇，不怕，这次我们都会站在你身边。陈明，有人向委员会提交了匿名材料，你代理的多起案件存在伪造证据、胁迫当事人的嫌疑。诽谤、竞争对手的恶意中伤，我可以提供全部案卷，案卷我们已经调阅了，
这份家庭纠纷材料里有受害者的原始陈述、医院验伤报告，还有你伙同委托人威胁受害者测速的录音。这位受害者已经死亡，死因意外坠楼。陈明，你作何解释？既然是意外坠楼，我又怎么会知道呢？副主任，做我们这一行，凡事要讲证据，不能别人随便说点什么就信了吧？这些证据还不够多吗？陈明，你以为谁能救你？现在你拿我没办法，不是吗？陈明身上牵扯了太多客户的利益，有人想害他，就有人想保他，他们不会轻易让陈明倒下。陈明暂停职务，接受内部调查，期间不得接触客户，不得代理案件，不得离开本市。陈明，证据已经递交上去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林薇女士要起诉离婚。出去。周青叶，我同意和林薇离婚，你撤回上交的材料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金钱、权势、人脉，只要撤诉我都。陈明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婚我都离定了。你还敢来？陈律师，开庭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见面，现在出去。小薇，撤诉，否则你知道的，你弟弟的工作全靠我，你父母最爱面子，要是让邻居知道了这件事，他们岂不是……翻来覆去只会这几句。陈明，我不在乎了，你现在还能拿什么威胁我？你一点都不念着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了吗？我才是你最亲近的人。我呸！你个不要脸的人渣，到现在还要恶心人。那间牢笼里，我活得战战兢兢，稍有不顺你就对我非打即骂，这难道就是你说的爱？谁知道你整天抛头露面是不是为了勾引别人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不用工作，只需要在家里做好陈太太就够了。把伤害包装成占有欲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和你去民政局，你让周青叶把文件撤了。还是走法律快一点。离婚冷静期要30天，一方还可以单方面撤销，31天可以发生很多事。况且你已经没有谈条件的筹码了。现在我还有谈判的资格吗？你比我更清楚这些照片发出去是什么后果。反正我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们要是不撤算，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，我看你还怎么做人。接着，我会傻到没有备份吗？你们太天真了。现在我有筹码了，就看你们要不要交换了。别让我等太久，我只给你们1天时间。明天中午12点前，我没看见撤诉，这些照片就会被所有人看到。小薇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把他逼急了，他真做得出来。我去撤诉，至少离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证据还在我们手里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。不能撤诉，他害了那么多人，不能放过他。我不仅要离婚，还要他再也翻不了身。那你怎么办？这次你就听周青燕的吧，就让他发。我明白陈明，只要我们退缩一次，他就会越来越得寸进尺。不撤诉，但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先报警，然后联系各大平台，一旦发现他发布视频或图片，立刻删除和关闭账号。不怕小薇，我和周青燕会一直在你身边。林薇，勇敢面对。你能说说林薇是谁吗？不是陈太太，不是受害者，是林薇。林薇是一个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站起来反抗的人，是一个有主见会100%信任自己的人。但她死了，3年前就死了，没有人救她，父母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，同事不理解，她找不到自己了。林薇，你能描述一下现在的感受吗？害怕看到别人的眼睛，
他们的眼里是同情、鄙夷，好像全都在打量我，仿佛我是一个异类。你在厌恶自己，你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力反抗的受害者。没有人天生无坚不摧，你能坐在这里，能说出这些话，能拒绝陈明的撤诉要求，这就是林薇，他还在，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看来你们打定主意不肯撤诉了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我们可以开始了。陈律师，您确定这些可以发？周清义，国家尖端实验室高级研究员，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我妻子信息，频繁骚扰，导致我们夫妻感情破裂。我妻子有产后抑郁，情绪不稳定，被他蛊惑，要离婚，要分财产，要……青叶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清楚陈明犯罪的事，关于你和林薇的帖子，一个都不会出现。好的，谢谢主任。只是舆论压力太大，调查组压力倍增，还是要尽快定罪，把真相摆在面上。我也开直播，过2天就开庭了，到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真相。不，我得马上揭穿陈明的真面目。你的身份要保密。陈明就是想要利用公众的力量毁了你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现在正是声讨最严重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和心理可能都承受不了。他发我照片，让千万人评判我的身体。现在我就要他们听听这具身体经历了什么。1个小时前，我的丈夫陈明律师开了直播，说一位国家研究员插足我和他的婚姻。在此，我想说，陈明捏造事实，污蔑了我和那位研究员朋友。真相是我朋友想要帮助我和陈明离婚，因为陈明一直在家暴我。3年前，陈明开始对我实施家暴，我身上都是淤青。我报了警，但没有明显伤痕，警察说是家庭纠纷，2次报警都不了了之。后来我不过多说了他几句，他就不顾我怀有身孕，将我打到流产。3次怀孕，3次流产，周围人却只说我没有当好他的妻子。再后来，我在工作时露出了伤痕，他便以我生病为由，将我囚禁在家。直到朋友的出现，我才有勇气逃出来。他伪装得很好，我的同事被他的表象欺骗，我的父母因为他的律师光环放弃了我。我想求助，可身边没有人相信我。周清燕同志，陈明指控你滥用职权，骚扰已婚女性，插足他人婚姻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这是全部证据，我与林薇的所有联系记录、取证过程，以及陈明的威胁录音，陈明对林薇的家暴视频。有这证据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里面每一份证据都是陈明对林薇的伤害，如果公布出来，无疑是对林薇的再一次伤害。但是林薇因为比我想的要坚强，是她让我把证据带来。林薇是个值得让人钦佩的女性，她的勇敢会让更多受伤害的女性站起来。3年门诊记录，多次留诊，被恶意拍下视频和照片。我不是插足婚姻，我是在阻止一场谋杀。这些证据来源合法吗？全部经由合法途径去取得，林薇本人授权，律师见证，公证助公证。好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官方会马上发布简短声明，澄清事实。夫妻感情未破来，林薇有产后抑郁，情绪不稳定，受某位国家研究员蛊惑，才提出离婚。我作为丈夫，一直包容。他一直有暴力倾向，
自残、放火。我作为丈夫，有义务保护她，也有权利不让她被外人利用。我请求出示证据。3年来，陈明一直打骂我，他深知法律边界，我身上的伤不足以让我报警立案。2次流产都是他故意的，第3次我不知道怀孕了，却也被他打到流产。陈太太要端庄，要知足，要安分。我妻子不小心摔倒了，流了很多血，请你们快来。装了监控，客厅、走廊、卧室、更衣室，我都知道。贱人，你算计我！肃静。陈明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这就是你说的自残行为，我的精神有问题。2021年9月3日，我方当事人再一次报警，警方以家庭纠纷了结。9月24日，我方当事人遭受了严重的殴打，身上多处明显伤口，当天被送到医院治疗。我的当事人肋骨骨折、面部挫伤、颈部掐痕，还有多处淤青。现有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，足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对我方当事人实施了家庭暴力行为。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？污蔑！他一直在算计我，是他引导我这样做的。他有精神疾病，他要故意害我。这些是陈明代理的其他家暴案，4起，全部调解撤诉。甲方自愿放弃追究。2016年，某企业高管妻子陈明伪造女方精神不稳定证据，撤诉，女方被关进精神病院。甲方自愿放弃追究。2018年，大学教授妻子陈明出示女方自伤证据，女方现已死亡。甲方自愿放弃追究。2018年，医院院长妻子陈明反诉转移婚内财产，女方被迫净身出户，1年后出国，甲方自愿放弃追究。2020年，全职主妇陈明以女方出轨反制，女方名誉扫地，撤诉出国。这是目前为止找到的陈明代理的家暴案，以孩子、父母、朋友威胁，让受害者不得不放弃。来源不合法，这是非法获取的证据。他偷我的保险柜，侵犯隐私。林薇，我好吃好喝养着你，你却恩将仇报。来源合法性，法庭会核实。但被告代理人，你似乎对这些文件的存在并不否认。陈明4起家暴案代理，涉嫌伪造证据，威胁当事人，教唆他人实施暴力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那些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签署。好啊，这时候一个也不愿意出来保我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我不过就是帮人打官司的律师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不过是尽职尽责把文件收好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要论证文件的真假，不如把文件有关的当事人找来。反正他们都出国了，再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有文件又怎么样？又不能证明是我做的，那些录音早就泡水了。倒是这个对方当事人未经同意将文件拍照发出，他才是犯法的那个人。我有能证明陈明作案的录音。一个没权没势没钱的家庭主妇，这辈子都别想看见孩子。合作愉快。假的，这生意是合成的。我方有人证。还好赶上了。我就是2018年医院院长的妻子。当年我前夫家暴我，本来就快定罪了。就是他，陈明，联合我的前夫威胁我，如果我不撤诉，就停止我母亲的医疗救治。我只是一个全职太太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陈明以此为要挟，我不得不签下自愿放弃追究的文件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你是否承认教唆暴力？你的硬盘中是否涉及更多受害者？终于要结束了。判决几天会有结果，我们还是先回医院吧。你的身体还没好。好，不然小晴该着急了。小薇，你快看，陈明的判决出来了。这里会更详细。准予原告林薇和被告陈明离婚。2. 被告陈明不得靠近原告林薇500米内，因被告存在严重过错，原告林薇获得婚内财产的60%。陈明因涉嫌故意伤害、虐待家庭成员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在4起家暴案里，他伪造证据，威胁当事人，数罪并罚，刑期不得减轻。林薇，天亮了。听说老林家女婿进去了，15年呢。什么女婿？那是家暴犯，打老婆，打流产3个。老林还天天炫耀女婿是大律师，现在脸往哪儿搁？淑芬啊，你女婿家暴啊？当初不是挺风光的吗？退婚了。他说我们家有家暴基因，嫁过来怕挨打。都是你们，天天炫耀那个陈明，现在好了，全小区都知道我有个家暴姐夫。我女朋友说，这种家庭谁敢进？反天了啦！你姐离婚关你什么事儿？不是这样的，妈去跟你女朋友说清楚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人家上网一看就知道了。你们当初逼她嫁给陈明，说大律师有面子，现在面子呢？脸呢？老林，我们是不是错了？小薇，妈来看看你。小薇，我先去看选址了，你照顾下阿姨。你才出院，喝点鸡汤补补。有什么坐下来说。你弟弟的婚事，女方退婚了，我们在小区被人指指点点。妈，我不恨你们，但我也不能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你们当年说陈明优秀，我该知足。现在你们尝到了面子的反噬，但这不是报复，是因果。妈知道了，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林薇，你没事了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我也是。我在网上看到你了，看到了陈明的所有罪证，你真的很勇敢，也要谢谢你。我听周清昂说，你在中间帮了他很多。我们也是好朋友，这是我应该的。你从今天起回来教书吗？不，我是回来辞职的，想跟你道个别。既然是你想要的路，那就大胆往前走。我在街角开了家书店，有空可以来找我。一定。林姐，这本放哪儿？那边，微光角落。林姐，今天有人来吗？有，一个年轻妈妈，老公是程序员，不打她，但删掉她了所有联系人，让她安心待在家里。我跟她说，切断你和周围人的联系是第一步。她哭了，向我求救。我们每周6下午的公益讲座没有白费，他们知道怎么取证，怎么报警，怎么重新相信自己了。
这件事很难，但我的朋友没有放弃，他改变了我的一生。现在我想帮别人，哪怕只改变1天。林姐，我做到了，我自由了。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，往前走，会找到希望。周研究员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你的实验忙完了？国内项目结束了，明天我要回瑞士了。你的研究很重要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。你落在陈明家里的相册，林薇还是林薇，一点也没变。当年你帮我争名额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现在我能帮你，是我的幸运。不，是你让我记起，我曾经也是能改变别人命运的人。怎么伪装成书签，怎么连接加密云端，都在这本书里。小林，我们真的能做到吗？我老了，周围人都劝我不要折腾。我知道，当时我的同事和我的父母也劝我安心过日子，但无论怎么安慰自己，身体是痛的，心也是痛的。我做到了，你也可以。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。申诉，我精通法律，我懂证据规则，是那个贱人不安分，是他害我。陈先生，您代理的家暴案受害者又站出来2位，加上之前的4起，6起案件合并审理，您的刑期可能不止15年。不，我是被诬陷的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。我没错，我没犯法。周教授，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？听说瑞士实验室给您开了终身职位。我接受了国家尖端实验室的邀请，以后留在国内。我的计划是完成一套隐蔽取证技术的民用化开发，帮助家暴受害者合法、安全地收集证据。似乎这不是您的专业领域，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为研究呢？我希望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对抗不公。有人曾为我堵3天校长办公室，帮我拿回竞赛名额。后来他被欺负5年，却没有办法逃离。我能算出复杂的公式，但算不出一个人被捂住嘴时还能不能发声。我想让他们都发出声音。教授，您觉得一生中最骄傲的东西是什么？勇气。他教会我，数学可以改变世界，但勇气可以改变人生。我想让他们都发出声音。林姐，周教授说的那个女孩，是我，也是你们每一个敢为自己争的人。今天讲反家暴法第20条，人身安全保护令。你们可以怕，但你们可以一边怕一边走。勇气可以改变人生。勇气可以改变人生。